我们现在很少能够听到有拆迁户或者说呢拆迁一夜暴富的这种事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在过去20年呢，我们这个城市是不断的在扩大的，也就是说呢，城市化率在大力的进行。但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文件，就是说呢，一些城市不再允许大拆大建，而且呢，对于这个建设的楼高也是呢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对这个3、4线城市以及县城要限高。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人口来决定楼房的高度和密度，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大上。所以呢，你会看到近2年这个拆迁放缓了，而且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全国的老旧小区就开始了这个改造，而不是像以前呢，我就直接拆迁然后赔钱为什么呢？这里面有房价上涨的因素。我相信呢，很多人之前也一直呢喜欢去买老房子，就等着有一天呢，他能够拆迁一夜暴富。那么很多人讲，现在已经不大拆大建了，那么我手中的老房子该怎么办呢？是不是直接到期了被政府收回了，又或者说卖不出去，烂在自己的手中呢？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大拆大建停止的大环境下，有3类房子未来还是很有可能拆迁的如果呢你手中有这样的房子，那么我就建议你呢还是不要卖掉。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那么第一类房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危房危房呢就是危险的房子，它影响到我们居住的安全，所以呢这一类房子在未来极有可能是被拆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房子可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建造的，这种房子呢，由于这个年代久远，包括呢当时建房子的这个安全系数也好，或者说呢它的抗震指数也好，都没有呢符合现在的标准。那有很多地方为什么这种老房子没拆迁，主要呢还是因为价值原因，又或者说呢是还没有被规划到。价值原因呢不用说了，那过去20年呢，很多人在这个老房子的基础上被拆迁了那会获得呢一大笔的赔偿，从此呢一夜之间就暴富了。但是呢，根据这个城市化率的进行，我们发现呢，现在这个危房也越来越少了。少不代表不存在，那么这类房子呢，可能在未来就是提前会被拆迁的，因为呢它已经涉及到人们的这个生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那第二类有可能会被拆迁的房屋呢，就是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的老旧小区。其实呢，从这个2020年提出要花5年的时间，我们把全国的这个老旧小区全部改造一遍主要是因为呢，老旧小区在以前规划的时候呢，没有像现在这个小区这么精细，比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下水管道堵了，然后呢停车位不够，还有呢很多这个垃圾呢无法清理等等。总之呢，这个居住体验是非常差的。但是呢，经过这几年，我们发现呢，很多老旧小区已经被改造了，环境呢也变得非常好了。但是呢，居住在这里的人群还是以呢老年人为主，或者说呢已经在这里住了10多年不想搬的这群人。年轻人呢大概率是不会选择这个老旧小区的，优先还是去选择新房。那么我之前呢在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老旧小区除了这个地段好以外它有这个金融属性的加持，剩下的一些老旧小区呢，慢慢的就是只有居住属性，没有金融属性。而且呢，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位置比较好的老旧小区基本上都处于这个学区房的范围之内。那是因为呢，在很早之前，一个城市的人口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它建设的这个范围也比现在小很多。现在呢，你看很多老旧小区已经是属于老城区了，但是呢，当初这里可是这个城市的主城区，所以呢，未来这一类房子呢，还是可能会被拆迁的。一是呢，现在很多城市在外扩，但是外扩的地用完了怎么办？全部建上新房了，不可能被拆迁，那怎么办？又得回来重新建设老城区。那么这样的话呢，位置比较好的老房子就又开始吃香了。那第三类呢，有可能被拆迁的房子呢，就是影响城市规划的房子。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包括呢，我们说一
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对吧？可能要建高铁站，要建飞机场，那么在这周边或者沿途的这些房屋呢，都会被纳入拆迁计划。那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3、4线城市，为了这个基建呢，可能会占用这个农户的农田，或者说呢是一些宅基地，那么都会呢得到相应的赔偿。这是因为呢，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呢是有一定的规划性的。虽然说呢，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已经呢达到了60%以上，但是呢，离真正的发达国家呢，这个城市化率还是差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个城市化率呢，能够达到75%，甚至达到80%，但是呢，我们很多城市的这个城市化率还远远不够。那么在稳房价的今天以后呢，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说为了这个经济的发展，又或者说呢，能够让产业更加的均衡分布吸引人呢从这个1、2线城市到3、4线城市，所以呢，很多城市可能会再次被规划。那么这个时候，在规划这个路上的这些房屋有可能会被拆迁。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